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永恩啊，绝活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这里面因为 AD 装备的全面的削弱嘛，但永恩的话是基本上线上对线能力是肯定没有以前就赛季初那时候那么猛。基本上现在拿来玩打野还好，中上的话强度估计不太够。这里的话，对面捉来骚扰，差一点被对面吃了一个那个蛤蟆，还好。这里的话，用那个赛恩赶到，勉强把对面赶走了。对面是男枪打野。那这样的话，前期其实压力没那么重，因为男枪的话比较吃装备的。这里的话要卡一层风，为什么不 A 掉？就是为了卡风 ，Q 过来直接打一个 AOE。这里的话也是要卡一层风，直接过来 WQ， 作为一个拉野。永恩也是强在后期，前期的话，说实话，如果队友伤害补不到位的话，是有点难打的。哦，这里看看下路有没有机会。对面回塔下了，那这样的话，这里的话他做的是攻速鞋，直接来河道看看。果然河道蟹已经被刷掉了。就永恩的刷野速度确实很慢啊，对面是从这里开始往下刷的，那大概是刚刚也是对打野在那边，所以也不敢直接，所以直接上来，别着急用 E 的话等后手。直接配合永恩拿下对面上单的那个亚索，直接过来帮忙推塔，吃经济。吃完经济再想着，就像上路的话，像赛恩这种，他并不是很吃经济的一种上单，只要能帮他推塔啊，让他去游的话，其实更舒服一点。这里的话再回来。为什么刚刚那里会选择先用大招起手呢？因为大招的容错其实很低，你知道吧？就是一旦空了就真空了，而且甚至打不出伤害，反倒不如直接大招起手，对面反应觉得啊，对满血的状态下，对面会吃技能。哦，看到没有？这里有个风，作为一个超远程的一个拉。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就是永恩绝活哥，是吧？像永恩的话，差一点钱的话也不要怕，比如说可以拉出去，在高地位置再用 E 回来买装备，直接再用 E 回去。这里的话直接抢到拉回来，完美。像永恩这个皮肤，我觉得是平民玩家里面个特效很好的一件装备了。
对面吸血鬼跑来这边反野，那前期的吸血鬼其实没什么压力，搞他就对了。这里的话，在下路的话帮不了太多了，帮中路帮那个上单，那下路的话肯定会有一条路会被对面男枪当做突破口的。像薇恩这种前期太弱势，然后就是那种叫什么，发育能力就是没那么好。这里直接交城，把河道线拿走，再把河道线吃掉。对面塞恩估计要被抓吗？亚索追着不放。塞恩血量还算健康，但男枪来了，那就跑不掉了。这里的话，男枪想要入侵野区吗？辅助过去看一两眼。对面估计想拿先锋的，那这样的话，对面男枪交了大招，估计没交的。这里释放大招，伤害不够，打不过永恩，因为没有回去补装备嘛，这边是领先一个银血剑的，所以问题不大。然后拿掉先锋的话，直接过来啊，一空了，那就不拿蓝了，直接下来拿龙，看看有没有机会。必须把对面赶走，对面肯定是有惩戒的啊，有惩戒的话，那就稳稳的惩下，哈哈。还好没有去拿那个蓝，拿那个蓝的话，估计这条龙就没了。这里 E 过来大招接2个 Q， 但没视野，不好打。这里的话就看谁在你脸上打谁了，这种情况。有银血续航很舒服的。这里的话去解一下下路，因为中路塔已经被推掉了。这里一个残血的吸血鬼，还算舒服，但对面交闪了，拉开了，不能这么追。这里减速到了极限的一个 Q 跑掉了。这里就是一个玩永恩玩得好的，就是他的3段 Q 一定要练好，这就是基本功。你练不好这个基本功的话，尽量就不要拿着去高分段去坑别人。好，这里的话回去做训练。这里面有看情况了。如果说你有优势，就先做那个银血，是吧？没有优势，是吧？就看情况做了。这里 Q 到打一套，直接秒掉。像永恩还是比较吃训刃的，因为训刃的那个技能额外暴击还是蛮舒服的。这里直接大招起手过来 W。这里面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它的 Q 的话，是不是说就是指定目标？所以指向性目标的话，这里一闪过来打一套，但可惜因为那个烟雾弹的原因锁到了小兵，没有拉出去 ，A 过头了，就是 W 技能给错方向了，那给对面逃过一劫。问题不大，优势在我啊，8-2已经超神了。对面已经没有输出能力了，2件套其实就是永恩的发力器这个版本。但如果说你线上永恩，估计2件套很难做得出来，因为太被动了。很多数值英雄就完全可以碾压现版本的永恩。因为线上永恩的话，中单还好一点，
但中单的强度，一些英雄就是频率不是永恩能顶得住的现版本。哦，这里大招直接想来蹲，反倒是被杀。这亚索玩不下去了，装备已经顶不住，他出来就死。这样种情况下，是他的装备是顶不住的。W 起手再 QE。那这局的话，基本上就是统治比赛了。这个声音其实蛮好听的，就像那个永恩的那个 Q 技能的那个开枪的声音，美式居合是吧？这里过来推塔，有银血，不怕。哦，这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对那个酒后哥带的是骸骨，而不是这个那个什么生命过度生长，就是单位小兵死掉的时候可以有那个额外的生命值。哇去，大招命中2个，直接收掉。这里面这局的萨勒芬尼玩得很好。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萨勒芬尼的话很聪明，他是选择跟着打野配合打野来打一个输出，因为发现这里面薇恩是要去独立输出的。就是你玩辅助一定要有个意识，就是谁是队内大哥就去先辅助他，而不是辅助一个没有发育的射手。这样的话，因为你会比如说对面来抓射手，那肯定就是2个人一起抓。如果说你跟着队内大哥是吧，你可能送了，但你为他挡的伤害呀，或者说那些，然后是吧？他可以更多的上限，更高的一个上限去操作对面。就是这波你可以看到，从先锋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这萨勒芬尼是一直跟着这个打野的。这里空大了，没办法，大招距离还差一点。等下一段 E 可以上去打一套，但兵线已经没有了。那回来继续，对面上路是吧？那这样的话，中路他高地是守不住了。这里闪现，E 加闪现收掉对面的那个吸血鬼。中路的话，还是得等3路兵线才能破掉这个盾的，不然单一条路的兵线估计还是够呛。塞恩再带下路，这里的话看看能不能秒掉对面，直接 A 掉了。维恩这局最大的贡献就是 A 他。啥也不用干。好，那这样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